看到身材臃肿的妻子，他看都懒得看一眼。为了去见秘密情人，他竟用一块木板将他与妻子卧室之间的门彻底钉死。妻子曾在他最落魄时不顾一切地嫁给他，还为他生下10个孩子。然而，这一切付出却抵不过一个18岁女人的出现。你以为这只是男人变心、抛弃糟糠之妻的俗套故事吗？不。今天我们要讲的电影《看不见的女人》，关注的不是被抛弃的妻子，而是那个让大文豪疯狂的秘密情人。我是七菊，我们一起走进这部由伏地魔的扮演者拉尔夫·费因斯自导自演的奥斯卡提名影片，揭开这位大文豪背后真正的隐形女主，她的人生如何被书写，又如何被遗忘。故事要从查尔斯·狄更斯这个名字说起。在19世纪的英国，他可不只是个作家，简直就是顶流的文化偶像。外面的人都认为他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老婆凯瑟琳还给他生了10个孩子，一家子热热闹闹，看着就让人羡慕。但实际上呢，这位大文豪对20年的婚姻早就腻了。在狄更斯眼里，妻子变得越来越寡淡无趣，他嫌弃她走了样的身材，烦她天天絮絮叨叨的。以前觉得是关心，现在只剩下反感，俩人根本聊不到一块儿去。命运的安排总是这样恰逢其时。为了排演自己的新剧《冰冻深渊》，狄更斯举办了一场演员招募会。特南一家也是一个戏剧世家，就这样进入了他的视线。这位母亲向狄更斯介绍了自己的3个女儿，注意，其中年纪最小的女儿内莉，也就是这部剧的女主角，早已为狄更斯的才华所倾倒。排练那天，狄更斯把自己的创作团队挨个介绍了一遍，最后才想起来把妻子凯瑟琳介绍给大家。凯瑟琳脸上挂着一抹尴尬的微笑，她瞬间在丈夫的世界里扮演了一个次要的角色。当内莉站上舞台，用她清脆而饱含情感的声音念出台词时，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她的眼神清澈，气质独特。狄更斯那一刻感受到了年轻的心在跳动，他觉得内莉仿佛就是从他书中走出来的女主角，完美的符合了他对角色的所有想象。那一刻，他的眼神再也离不开内莉了。排练的时候，他毫不掩饰对内莉的欣赏，完全忘了妻子孩子还在台下看着。冰冻深渊首演火得一塌糊涂，庆功宴上，内莉就像个小精灵，在人群里穿梭，年轻有活力，魅力四射。而这场热闹的场景，凯瑟琳却显得格格不入。她一个人坐在角落，像个局外人，眼睁睁看着丈夫跟内莉玩得那么开心，看着丈夫从未对自己露出的笑容，她的心比刀扎的还要疼。 You are an admirer of my husband's work, Miss Anna? Of course. I keep coming back to those pages again and again. It is a fiction designed for today. Surely it's more than that. It changes us. Now you're back with us. 她跟内莉简单聊了几句，心里那点不好的预感更重了。最后，她没打扰丈夫的兴致，只是悄悄地带着2个女儿离开了。宴会结束后，狄更斯看到了站在窗边的内莉。There's a profound secret and mystery to every other. Until that secret is given to another to look after. And then perhaps 2 human creatures may know each other. 他们之间的灵魂对话，也许只有他们自己能懂。后来又有一次，狄更斯上台演讲，内莉在台下听得入了迷。等狄更斯下台后，内莉对着狄更斯说，只有到现场听他的朗读，才能真正体会其中的情感，才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这对一个精神上快饿死的狄更斯来说，简直是天籁之音啊！心情愉悦的他晚上回家继续写稿子。这时妻子凯瑟琳推门进来，劝他早点休息。就这么一句简单的关心，却让他烦得不行。他们现在的日子已经过得像白开水一样。直到妻子准备离开时，只留下一句：“把灯开亮一点，这样对眼睛好。”他依旧毫无感觉，那份温柔被生活的麻木彻底吞没。自从那次灵魂的碰撞之后，狄更斯对内莉的迷恋便一发不可收拾。他开始利用自己的一切资源和影响力为内莉创造机会。工作之余，他更加大胆地邀请内莉去看赛马会，毫不顾及自己公众人物的形象。看着穿着淡雅裙子的内莉在人群中为赛马欢呼雀跃，他的心也跟着跳跃。内莉身上那样鲜活的生命力，正是他从20年的婚姻中再也看不到的东西。听说内莉在伦敦有演出，狄更斯更是疯狂，天刚亮就爬起来，把自己打理得一丝不苟，换上最好的行头，就为了去见内莉。刚睡醒的凯瑟琳提醒他，伦敦的火车还没开呢。狄更斯想都没想就说他愿意走着去，哪怕走上一整天。他走了整整1天才赶到剧院，看到舞台上的内莉时，所有的泪都直了。其实内莉的台词功力一般，一紧张就忘词，台下总有人窃窃私语。每到这时候，狄更斯的心都揪着。这时他看到有别的男人跟内莉搭话，他又醋意大发。他知道自己陷进去了，但又没任何借口去阻止。
演出结束后，内利的妈妈以天太晚为由，请狄更斯到家里坐坐。这是个聪明的女人，她知道自己小女儿演戏天分不如姐姐们，未来的路不好走。但她也看出来了，眼前这位大文豪对内利的心思是他们一家改变命运的绝佳机会。聊天的时候，狄更斯一点不掩饰对内利的喜欢。内利的妈妈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一个单身母亲的焦虑。I'm anxious for their future. I understand. If I may be of assistance in any way. I cannot risk Nelly's reputation. I hope that nothing I could offer would compromise her. 狄更斯秒懂，他保证会想个万全之策，既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又能保全内利的名声，这正中内利母亲的下怀。说白了，他这是在拿女儿的未来下赌注，赌的就是狄更斯的钱和地位。从内利家出来，狄更斯走在昏暗的小巷里，看到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在找客人。I shall give you 5 if you go home safely tonight. Want me with your wife, sir? Where is your mother? 他接着往黑暗的巷口走去，竟看到不少无家可归的可怜孩子。身为公众人物的他，也渐渐意识到自己该做点什么。没过几天，他以慈善募捐的名义，在自家办了个派对，把内利一家也请来了。派对结束后，内利的妈妈故意让2个大女儿先去休息，留下内利帮狄更斯整理筹来的慈善款，自己则坐在一旁打盹。灯光下，内利忽然问狄更斯是否喜欢这样的作秀。狄更斯沉默片刻，低声表示自己并不喜欢，但这份工作让他别无选择。他显得疲惫，坦言有太多人等着看他出丑，等着他倒下，所有人都在关注他的一举一动。作为公众人物，他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内利没再说话，房间里只有纸币和硬币碰撞的轻响。接着，狄更斯说起了自己的童年。他说自己12岁那年，父亲因为欠债进了监狱，他被迫去鞋油厂打工，尝尽了人间冷暖。但他从不恨父亲，因为父亲是他生命里第一个真正的观众。内利准备走的时候，被狄更斯叫住了，告诉我一个你的秘密吧。他说什么都行，只要是你从没告诉过别人的。房间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在摇曳的烛光下，他们交换了彼此最深的秘密。My middle name is Lawless. Now your turn. Eleanor Lawless Turner. That is my secret. 他把内利的全名当作自己的秘密，对他来说，最重要、最私密的事就是他的存在。很快，为了让内利一家过得舒心，他把自己的庄园让给他们住，还撒谎说是妻子不喜欢伦敦的喧嚣。这个谎言让内利一家安心住了进去，却也为后面的风暴埋下了种子。很快，纸终究包不住火。狄更斯和年轻女演员的绯闻很快就传遍了伦敦的大街小巷，流言蜚语给内利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狄更斯也陷入深深的忧虑。妻子凯瑟琳实在看不下去，提醒他作为名人，秘密迟早会被揭穿，劝他多为家庭和孩子们考虑。Don't be foolish. You cannot keep her a secret. Yes, I can. 他的心早已不在这个家了。这天，内利的妈妈和姐姐在低声议论他。姐姐们有演技，不愁没饭吃，可内利天赋一般，这让当妈的很是操心。母亲说内利需要一个依靠，然后提到了狄更斯的名字。不巧，这话被门外的内利听见了。他愣在原地，心像被针扎了一下。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晚饭也没吃。他知道狄更斯有家室，他不想当第三者。他告诉自己这只是崇拜，可他没意识到那份感情早就悄悄变成了爱。为了让内利开心点，他母亲在庄园给他办了个盛大的18岁生日派对。然而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让这场派对彻底变了味儿。狄更斯的妻子凯瑟琳竟然不请自来了。她不是来吵架的，也不是来闹事的，她只是奉丈夫的命令来完成一个堪称残忍的任务。原来狄更斯给内利订了件昂贵的珠宝当生日礼物，结果店家弄错了，直接送到了凯瑟琳手里。狄更斯知道后，竟然冷酷地命令凯瑟琳亲自把这件不属于她的礼物送到她真正的主人手上。凯瑟琳从口袋里拿出首饰盒递给内利，平静地解释了来龙去脉，然后她带着一丝苦笑，祝内利生日快乐。 Would you open it? He is fond of you. And you of him? Silly question. He is Mr. Charles Dickens. 凯瑟琳接着说，曾经她也非常敬佩丈夫，但后来发现丈夫作为公众人物的形象占据了她的全部。她这是在提醒内利，她的丈夫自己都不确定，现在更爱的是内利，还是那个被公众追捧的自己。
在那平静的表情下，内利看到了一个女人的绝望和心碎，愧疚和难堪瞬间淹没了她。她终于意识到自己成了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凯瑟琳走后不久，狄更斯带着他的作家朋友威尔基·柯林斯像没事人一样出现在派对上。为了让内利开心，他提议去威尔基家做客。马车上，内利还不知道等着他的是什么。威尔基是个有名的不婚主义者，可当他们到了他家，一个中年妇女和几个孩子热情地迎了出来。内利瞬间明白了狄更斯的用意。当他和那个叫卡罗琳的女人独处时，对方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Wilkie despises marriage, and as a widow this suits me well. We live very happily. We have fallen in love with men of standing, Miss Turner. I'm not in love. 这番话像一盆冷水，把内利从头浇到脚。狄更斯带他来，就是想告诉他，我不可能娶你，你只能做我的情人，像卡罗琳一样，一辈子见不得光。这既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教育，也是一次残忍的摊牌。巨大的羞辱感涌上心头，内利再也忍不住了，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狄更斯追出去拦住了他。车里，内利质问他是不是故意羞辱自己。 Did you mean to deliberately humiliate me tonight? You did not like Miss Grace. You cannot expect me to associate with a woman living so openly with a man outside of marriage, entertaining guests as if she... Did you send Catherine to me? Yes. 他骂他狠心，提醒他凯瑟琳是为他生儿育女，陪伴了他20年的妻子。 But I do not love her. She comprehends nothing. She sees nothing. 回到房间，两人四目相对，内利想走，却被狄更斯一把抱住。他们压抑已久的感情在这一刻几乎要冲破一切，但最终因为各种道德因素，他们最终克制住了。狄更斯回到家做了一个冷酷的决定，他叫来工人用木板把他和凯瑟琳的卧室门彻底钉死了。钉子敲击的声音，每一声都像锤子砸在凯瑟琳的心上。这不只是隔开一扇门，更是对20年婚姻的公开羞辱和彻底埋葬。她像被困在笼子里，无力反抗，只能被痛苦淹没。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声和在粉丝心中的完美形象，狄更斯开始了一场完美操作。他烧掉了和内利之间所有的信件，想抹掉这段关系的所有证据。紧接着，他在报纸上发了一篇公开声明。声明里，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和平解决家庭矛盾的绅士，说和妻子分居是友好协商的结果。然后话锋一转，用最恶毒的语言把关于他和一位年轻女士的流言视为卑鄙的谎言。他发誓说，那个女孩和他没有任何越界的事发生，他还是最贞洁无瑕的。他把所有问题都推给了所谓的家庭内部矛盾，不惜毁掉和他风雨同舟20年的妻子，来保护情人的名声。这篇声明是一个文字大师的杰作，也是他人品上最大的污点。他成功的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把凯瑟琳变成了被和平请出局的人，而内利则被洗成了一朵无辜的白莲花。凯瑟琳听到儿子读完这篇声明时，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更让他绝望的是，狄更斯利用法律手段带走了他们10个孩子中的9个，还不许他们和母亲见面。他用最残忍的方式剥夺了他做母亲的权利，让他彻底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而被保护的内利也同样痛苦。他知道狄更斯爱他，但这份爱是建立在另一个女人的痛苦和谎言上的。他永远无法光明正大地站在他身边，他只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为了躲避风头，狄更斯带着内利来到乡下隐居，在这里他们有过一段短暂的甜蜜时光。不久，内利怀上了他的孩子。然而，这个孩子就像是对他们这段关系的一种惩罚，在出生时就夭折了。狄更斯赶回来，亲手从这个没能看世界一眼的孩子头上剪下了一撮胎发。这缕头发成了这个孩子存在的唯一念想，也成了他们这段秘密爱情里最沉重的纪念。失去孩子对内利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他变得沉默寡言，像丢了魂一样。他们的生活也开始变得灰暗。没过多久，一场飞来横祸再次血淋淋地表现了内利是不能被看见的女人。紧接着，他们乘坐的火车发生了侧翻事故。狄更斯从昏迷中醒来，发现内利就躺在不远处，他赶紧把他扶起来。这时，一个乘务员认出了狄更斯，并问他是不是一个人，想让他去帮忙救人。 Yes, quite alone. This young woman is in need of assistance. We are dealing with the most injured first. Yes, I'll do what I can, but you must detect. 内利听到了这句话，眼神里满是悲凉。他知道，从选择这段感情开始，就注定了一辈子要活在阴影里。哪怕是生死关头，为了他的名声，他也必须是那个看不见的女人。几年后，狄更斯因病去世。作为一代文豪，他被风光大葬，作品流芳百世。但他生命最后10几年的那段秘密被他亲手埋葬了。他去世后，内利嫁给了一个校长，并生育了一个可爱的孩子。
他努力想开始新的生活，但那段过去像个幽灵一样始终缠着他。而凯瑟琳在经历了丈夫的背叛和骨肉分离的打击后，独自生活，再未嫁人。在狄更斯去世9年后，她也因病离世。看完这部电影，真是让人心情复杂。它让我们看到了那些被神化的历史人物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狄更斯无疑是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充满了对底层人民的同情，但在私生活里，他却是个自私又冷酷的男人。他对妻子凯瑟琳的所作所为，是他人生中抹不去的污点。当然，影片也没有简单的把他塑造成一个坏人，而是展现了他内心的矛盾和挣扎。他渴望灵魂伴侣，又摆脱不了名誉的枷锁。但不管怎么说，他的痛苦不能成为伤害别人的理由。看不见的女人其实探讨的就是一个看见与被看见的主题。内利用了半辈子才敢于正视自己的过去，而凯瑟琳则用一生的隐忍换来了被历史看见的权利。感情的世界里，有时再多的付出也抵不过另一个人的恰好出现。仅仅一个眼神就可能让过去的所有坚持变成一个心酸的笑话。但时间终究会给出答案，那些被刻意隐藏的也总有重见天日的一天。